这个家真的是像被诅咒了一样，所有的孩子都不得善终。那蝴蝶的家人找到了吗？这么短的时间人就死了，不可能找得到的。娘对司和村长他们这方面很注意，村里好多买来的女人都是生了孩子之后才让和家里人联系，有些女人也就干脆不和家里人联系了。大婶儿，您也是被拐卖到这里的？是。不光我是，佟帕拉也是。女人嘛，嫁人生儿育女就是一辈子了，在哪儿都一样。一个妙龄少女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了。是啊，所以冤呐。蝴蝶死了之后，那间烧了的房子，有时候还能听到蝴蝶的哭声，死不瞑目啊。这应该不可能吧？佟帕拉说的还能有假？那应该是佟帕拉的心理作用。是真的。佟帕拉在那间屋子里，不光听到了哭声，浑身还淋满了蝴蝶的血。佟帕拉亲口告诉我的。那个房间现在还在吗？还在，一直就荒在那儿。您能带我们过去看看吗？你们不怕？当然不怕。在这边。就是这里。你们看，我得回去照顾佟帕拉姐姐了。好的，辛苦了。大婶，等一下。这个村子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出去了吗？是啊，之前也有女人逃跑过，后来都困死在山里了。是吗？对了，千万别让村里的人知道你们是警察。2年前有警察来救过一个被卖过来的女人，结果被村民打跑了，警车都给砸了。我知道了。他说千万不要让村子里人知道我们是警察。前2年有警察来救被卖过来的女人，后来都被打跑了，警车也被砸了。这也太古怪了吧！果然是在故弄玄虚。我们看了，车里面没有发现血迹，人应该没事，可能是找地方避雨去了。后备箱。
这附近有人住吗？这附近10公里范围内有3个自然村，都是不同的方向。那这样，咱们分3组去找。是。刚下过大雨，路都断了，人都无法出入，车更走不了。就算是爬，我们也得去找。你们俩一人带一组，我带一组。好的。带地图了吗？大致方向都知道。那就好。你们2个先挑人，剩下的跟我，然后把信号枪带上，谁找到他们，谁就开一枪。行动吧。好，你们跟我走，快，走。是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绝不会让哑巴新娘重复蝴蝶的命运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哑巴新娘带出去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把她带出去好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好好选条路，天一黑就出发。我们有3个人呢，总有办法走出去的，对吗？嗯。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抓到凶手。可是，你先别着急，你们刚才没发现吗？从那个大婶的讲述上来看，这些被杀的人并不无辜。对，至少那个村长就不无辜，他就该死。所以说啊，现在找凶手并不重要，也许救人才是更重要的。不是也许，就是更重要。你别忘了，你也是警察。景天他可以这么说，但你不行。而且目前死的人都不无辜，但能保证接下来可能死的人也都不无辜吗？我理解你们的义愤，我也很感谢你们对我们同胞的同情，但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不能简单冲动，而且保护好你们也是我的义务。拜托，你能直接说我们该怎么办吗？抓凶手、救人、保护好自己，我们都要做到。废话。哑巴新娘的事等天黑之后再说吧。咱们现在最该想办法的是，要怎么跟同帕拉打交道。我有个办法。说。你们之前教过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至于要怎么办，也只能靠景天了。秒懂。你们才是故弄玄虚吧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你知道他脸上这个是什么吗？蝴蝶的血。你们去那间屋子了？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报应啊！这是报应啊！他说，这下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报应。你知道这些血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怎么来的？那我来告诉你吧。蝴蝶，你快放了他们！快放了他们！你这样会得罪蝴蝶仙子。如果这样会得罪蝴蝶仙子的话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得罪。他是一名昆虫学专业的研究生，专门研究各种各样的昆虫，特别是蝴蝶。这就是一种普通的前巴蛱蝶。至于红色的液体，也就是你所谓的蝴蝶的血，其实是这种蝴蝶的粪便。不可能！明明是蝴蝶附在他们身上才会这样的。这种蝴蝶已经被人类发现几百年了，粪便从来都是红色的，蝴蝶没出生之前就是红色的。我们之所以在那个被烧毁的屋子里被这种红色的粪便淋到，仅仅是因为那个屋子的顶棚栖息着一群前巴蛱蝶而已。果然是在故弄玄虚。
还有，村长尸体上停留的那只蝴蝶，叫红巨蛱蝶。之所以会停留在村长的尸体上，仅仅是因为这种蝴蝶喜欢尸体的味道。村长尸体上出现的另外一只蝴蝶，其实并不是蝴蝶，而是一种蛾子，叫胡桃豹蛾。从你儿子口中发现的蛹，我也认识，是木兰青凤蝶的蛹。这种蝴蝶也很常见。总之，这些蝴蝶也好，蛾子也好，都只是凶手用来吓唬你，扰乱你的心神，好达到他或者他们杀人的目的。凶手，杀人？谁会杀我的儿子？快告诉我，谁？你先告诉我，你之前说的，你说报应了是怎么回事？蝴蝶仙子又是谁？为什么你们家中供奉这么多蝴蝶的牌位？还有村外的那个石像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跟一个叫做蝴蝶的女孩有关系？你知道了，你都知道了，你全都知道了。是。蝴蝶是一个可怜的孩子，我本来是想好好的待他的，只要他好好的和我儿子过日子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年纪轻轻的就那么死了。他死了之后，我确实总是在他那个房间听到哭声，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蝶的东西，我吓坏了。而且这个家里，大儿子和儿媳妇都死了，女儿被烧得没了人样，还有我那个不是人的男人。我们村子里来了一位云游的通灵巫师，然后我就去找了他。师父您好，我家最近出了很多事情，儿子突然没了，儿媳妇被烧死了，我女儿也被烧得不成样子，请师父发善心，您好人有好报，您就出手救救我们家吧，拜托您了。
果水里浮，新娘梁上挂，妇人舌头吐。这上面写的全都是诅咒吗？这就是师父您刚刚写给我的。这不是我写给你的，是一位路过的蝴蝶仙子写与你的。蝴蝶仙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会写给我呢？还请师父您指点一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管上情下达。下一位。等一下，师父，哪能请您到我家里面去看看吗？师父，就在前面。小心看路啊！干什么？走！这里是不是烧死了一个叫蝴蝶的人？跪下！我本是蝴蝶仙子，你在蝴蝶身上修炼，不想被一场大火烧死在家中，冤魂困在这阴阳之间。我恨我不能化成人，我恨我不能修炼成仙。我只有化作无尽的戾气，生生世世与你纠缠。是蝴蝶放毒，不怪我们，真的不怪我们，不怪我们。花甲口内毒，瓜儿水里浮，新娘梁上挂，妇人舌头吐。花甲口内毒，瓜儿水里浮，新娘梁上挂，妇人舌头吐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刚刚好像蝴蝶仙子发怒了，怎么说？说是因为蝴蝶被烧死，所以他的魂魄困在我的家里，不能出去，求生不得，求仙不得。这就是了。所以你们家最近才诸事不顺。如果不能及时安抚好蝴蝶仙子，接下来
怕是你们家还是要死人。师傅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家，救救我家！我家就剩下一个儿子了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都答应，我都答应。这样，在村东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见面的地方，树一尊蝴蝶仙子的神像，每周来祭拜。在家中正东方位的房间，设蝴蝶仙子的灵位。院子中摆放18座佛龛，每日早晚祭拜，以此来安抚蝴蝶仙子的魂魄。半年后，你要为你家的二儿子娶一房媳妇，办一场婚事。新娘应是无根无语之人，这无根，便是无父无母，不知来处。这无语，应该就是个哑巴了。哑巴。这个新娘其实是为了给蝴蝶仙子的魂魄找一个安身之处，好让蝴蝶仙子从头修炼，由简至勇，破茧成蝶。至于哑巴，无非是把常人无法承受这样的煎熬泄露天机罢了。我正好想给二儿子娶个媳妇呢，那就照师父吩咐的办。我说的也未必会灵光，一切就看你们家的造化。我听蝴蝶仙子的，我听师父的，我听师父的。这样，我来为你画一幅蝴蝶仙子的画像，你以此来设龛塑像。好。花甲口内毒，寡儿水里服，新娘梁上挂，妇人舌头吐。花甲口内毒应该是指村长会在60岁生日这一天被毒死。寡儿水里浮是指唯一的儿子被扔到水里溺死。新娘梁上挂，那下一个被杀的就应该是新娘。杀新娘？新娘在哪儿？大婶，你快说新娘在哪儿！如果你不配合我们，再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快说，人在哪儿？快说在哪儿！被他爸关在后院的仓房里，在仓库。哎，这个方向没有问题吧？应该没问题。走吧。新娘在哪儿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保护她，不然她会死的。她是我花钱买来的，是我家的人，要死要活，都跟你们无关。我是皇家警察，我命令你让开，把新娘交给我们。警察又怎么样？她是我花钱买来的，是我家人，凭什么给你们？滚！我已
经把他卖给其他人家了，马上来取人！你们别坏我的好事。他是一个人，凭什么被你们卖来卖去的？你们贩卖人口是犯法的。他是我拿钱买来的，我儿子已经死了，我要把他卖出去，花那么多钱，你们赔我吗？走开！听我老子也别想管我！快点儿，他们来抢人了！快，他们来抢人了！我是皇家警察，难道你们几个想袭警吗？啊！原来他是皇家警察。行，保护好你男朋友。我上去帮他，让他冲上去。打！不狠狠的打！姐姐。这女孩子真不错，不错，就是她吧？就定她了，挺不错吧？你不用过来，走。去！看看，多漂亮的小姑娘！叫什么名字啊？蝴蝶。张一下嘴。啊。抬胳膊。转圈儿。抬腿。不错。就定这一个吧。这么多女孩子，您只相中了这一个，其他的孩子您都没看上啊？对，我就先要这个，等回头你有合适的，随时再通知我。一定。蝴蝶啊，你很快就要过上好日子了，不要忘了我哟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把他带走吗？我要2个女孩，他是个男孩。他可以打扮成女孩。这倒也是个办法，难得你们俩这么投契，就都跟我走吧。啊！感谢先生，感谢太太，你们一定会有好报的。谢谢。抓紧，马上就到你们了。别催，越催越乱。
放！放下！放！人不行了，你把钱还给我们。怎么样？不能卖死人。他怎么样了？是医生，一定会把他救活的，就快好了。不行！出点！你们都出点！出去！全都给我出去！快走！看来接下来就要轮到佟帕拉了，我们必须要好好保护他。好。走开！从现在起，你们俩要随时随地的跟我们在一起，明白吗？走吧。你们看，蝴蝶的茧，豹爷来了！蝴蝶并没有茧，这些都是绿斑鸡齿货蛾的幼虫，这一带很常见。看来凶手已经黔驴技穷了，没有蝴蝶就用蛾子来凑数。他说蝴蝶并没有茧，这些其实都是绿斑鸡齿货蛾的幼虫，这一带很常见。看来凶手已经黔驴技穷了，没有蝴蝶就用蛾子来凑数。大婶，只要你是安全的，那些所谓的报应，就都是鬼话。哎，醒了！啊，醒了！哎，你看，救活了吧？我说他是医生，你们还老找我要钱，还要拿棍子来打我，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哎，真是。邪灵了！别急我！求求你，蝴蝶仙子，求求饶了我们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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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是蝴蝶，再是蛹，现在又是毛毛虫。蝴蝶仙子又从头修炼了。你说错了，那不是毛毛虫，是丽蝇的幼虫。人和动物的尸体腐烂后，丽蝇会第一时间到尸体上产卵，卵会变成蛆虫，蛆虫会变成苍蝇。人和动物的尸体腐烂后，丽蝇会第一时间到尸体上产卵，卵会变成蛆虫，而蛆虫会变成苍蝇。你应该放松才对，因为娘对丝死了，就意味着你安全了，明白吗？你们俩可以走了，但是你留下来。从丽蝇幼虫的发育程度上来看，死亡时间大致应该是在3天前。那应该是在我们来的那天死的，因为在第2天早上，他在婚礼上也没有出现。尸体表征更倾向是勒喉窒息死亡，颈部有多处勒痕，此外没有发现其他的外力伤痕，也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。推测死亡原因应该是被人从后面勒昏，
然后再悬挂到高处，导致颈椎严重断裂，窒息而死。这得是什么仇什么恨呢？不过至少可以排除娘对司是凶手了。至少不是杀害二儿子还有雅布新娘的凶手。除了没有作案时间之外，那个大婶应该也没有那么大力气。这么说的话，凶手应该是个男的。无论是把二儿子投到水里，还是把他和娘对丝挂到房梁上，这力气可都不是一般的大。更何况，今天早上在池塘边发现的那些42码脚印，目前听下来，和这个家有交集，又有可能是凶手的男人，应该就是我们都没有见过的那个通灵巫师了。就凭那4句诅咒，这个通灵巫师肯定有蹊跷。岂止是蹊跷，肯定就是他一个人设的局。所谓的报应，其实就是一场针对这4个人的蓄意谋杀。但是这个村里的很多人，包括童帕拉一家，都见过这个通灵巫师。他总不可能亲自到村里来杀人吧？我在想，结合这个通灵巫师留下来的4句诅咒，那这一场报应是不是也该告一段落了？不会有人再死了。可能，也许。那现在的当务之急，要么找到凶手，要么尽快把他带出去。对啊，等会儿村民反应过来，又会来要人了。是抢人才对吧？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快走吧！哪怕在山里慢慢转，也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啊。救人要紧。贱人，贱人，别打了！我每天供你，哎呀，别打了！他还是没保住我的儿子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人！哎呀，别打了！我是皇家警察，从曼谷来的。这位女士，她是法医，她是她的助手。我们是来救你的，你愿意跟我们离开这里吗？跟我们走吧。我爸爸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女儿她疯了，你快救救她，快救救我男人！你，宋子妍，别过来！宋希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不是宋希，救我，蝴蝶仙子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没有报应吗？你不是跟我说都是假的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刚才砸坏了蝴蝶仙子的佛龛，所以激怒了蝴蝶仙子。蝴蝶仙子，对不起，我向你赔罪，这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砸坏你的金身，害你重新复天。求求你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家，求求你饶了我们家，蝴蝶仙子。你饶了我们家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你放过素汐，你放过素汐，我求求你！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了。你怎么了，素汐？你怎么了？我不是你的宋希，你的宋希已经在那场大火里烧死了。